当我们说到家，你会想到什么？上古时代，天人交战，生存是人类面临的最大考验。为了保父无忧，人们用圈养与驯化替代了抓捕与猎杀。于是，一个房子、一头猪成了古人眼中的理想之家。随着文明的发展，家的含义引申成了家庭。一个房子里充满爱，成了现代人眼中的理想之家。但世界上没有天生完美的家庭。我们之间有蛮多的这种误以为，太多了，比比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性格上面会比较急，会争吵。我着急的时候，确实我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的人生那么复杂，家里又复杂，工作又复杂。他成名的那一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我能感觉到他还没做好准备。休学是对家庭问题的修补，对不起，谢谢你能成为我的爱人。是对亲密关系的修炼。我想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是为了在道理讲不清的时候，把家变成讲爱的地方。我们两个为什么那么不一样？沙漠跟绝犬，反差这么大，不也挺和谐的吗4组不同的家庭代表，我们离上一次2个人出来玩确实很久。他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工作狂。人不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那我就死了呀。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学习。想要通过旅行，看看能不能离婚姻更进一步呢？一场跨越山海的旅程。12场心理学专家打造的家庭成长休学课堂。吵架练习，你不要逼我也认可这件事情，我不认可。童年创伤修复练习。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关于童年，除了美好，都已经过去了。赞美练习。姐姐特别像个太阳，在照亮着我们。爱的表达练习。喜欢与你形影不离的相处。爱的技能练习。回应练习。换位练习。储存婚姻资本练习。认知练习。哇！在休学中一起成长。以爱的小家，原谅幸福中国。爱的休学旅行，学会爱是终身幸福的开始。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休学日记、PD Vlog 等精彩衍生。你也咋了？哪个？可以，很好，没关系。好乖哦，我们俩。好了，我们先打个板吧。爱的休学旅行。节奏。什么？爱的休学旅行。备菜。你不拍了。你拍2下干嘛？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彼此吧。我叫朱丹，周一围的老婆。我们婚龄6年。你别皱眉头。7年。怎么能7年呢16、17。孩子6周，那算吧，6年半。不知道，不记得了。
那周老师介绍一下自己。一样啊。什么一样？名字不一样。周一围41、42，然后41还是42？不知道，差不多。对然后还有什么？我的老公。你都说完了，你是我老婆，那不行，那你要正式说一遍。好，我是她老公。他是谁？我是她老公。他是谁？还有呢？还有啥？你化妆了，能不能别穿我的白衣服？我给你洗。周老师应该算个嘴硬的人吧？有的时候就是羞于承认，羞于表达。你们这么一帮人看着，我们俩在这儿就是谈那个叫什么打情骂俏，我不太舒服，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我觉得确实是。当时决定要过一辈子，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也没有认定说一定要过一辈子吧。有时候嘴欠，你小心被檀木毒打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往下走，真的就往下走。但走到现在都很满意，那就继续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一开始收到这个节目的邀请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反正挺想参加的，而且是邀请我们夫妻俩，其实我很想参加。因为他很想参加，那我就想陪他来参加嘛。他这次比较尊重我，对。那所以以前不尊重啊，不是，我觉得这一次他就是为了尊重我，就是因为我很想来。为什么会想来参加这场爱之旅行？就是反正传闻了那么久，比如 PUA 啊、卑微啊、大男子啊，那我觉得我们一直关着这个门也确实不太好，可能，那我们就打开一扇窗，把传说中的我们夫妻俩和真实的我们夫妻俩稍微打开一下，让大家看一下。但我跟周先生两个人的约定就是，反正演也不会演，那我们就真实，就只是呈现我们夫妻能呈现的。而且有些人老说爱会消失，那怎么让爱持久？其实就是靠很多的事情的累积进修。中国话讲得好，理可顿悟，事儿需渐修，啥事儿都得修。你往前走，人多活一天，就会多学到点东西。对，双方要有那颗心，去愿意共同来进修，一起走下去。大家好，我是何猷君 Mario， 然后今年28岁，然后我们的婚龄有2020到21、21到23年啊，多不是吗？4年。Yeah，OK。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吧 ？OK， 好的，我们的婚龄有4年。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吧。很有责任感的，然后很旺夫的。旺夫嘛，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间都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吧。婚姻给你带来了什么？你会更能那个高效的工作。你听讲好像是结婚为了更好的工作。那没有。他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工作狂。他也每天要面对很多的工作压力，然后很多的工作上的烦恼。的确，我们平时生活并不是好像电视剧那样，因为别人真的就觉得你可能每天都没事情，给我大楼点个灯什么的，但其实真的没有，忙成狗。没有。对，所以我在他特别忙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他提出说，我觉得你最近太忙了，没有怎么陪到我。但你之前就觉得在家里开会就是陪我了。包括睡觉，包括吃饭，包括陪小孩玩。为什么会想来参加这场爱之旅行？我觉得可以把自己修炼出更多爱的技能，成为更强的夫妻，然后跟更多婚龄比我年长的人，然后向他们取经，走到钻石周年的这个目标。大家好，我是王彦霖，来自上海戏剧学院08级，12年毕业的。然后这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爱人艾佳妮，身高1.63米。什么？我1.83米。大家好，我叫艾佳妮，今年33岁，这是我老公王彦霖，我们结婚2年，然后有一个小宝宝。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就是08年上大学嘛，然后怎么说呢？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班女孩好像个儿都挺高的，她怎么不一样呢？我们班最高的女孩。他有的时候去排练什么的，我就会经常去看，然后一来二去，我俩就成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爱了，爱住了。从我的同学变成我女朋友，变成我的爱人，特别不容易。啊，我就梳理一下情绪啊。我也没有哭。因为我有一种像回到了大学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个激动了？因为我像回到了大学的那个时候状态，毕业很多年了，然后和我当年的同学，我现在的爱人，这个感觉让我觉得过了很久，对。你们是怎么还故意准备个纸？是给我准备的吗？他性格特点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爱哭、感性，会很容易触景伤情。我觉得我越来越依赖他，因为他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他让我当了爸。反正我得让我闺女知道我最爱的女的是她妈。她把一辈子的这个赌注都赌到了你的身上，你得让她赢啊！太丢人的，你们也该删删，该剪剪。柔软王，柔软王。为什么会想来参加这场爱情的旅行？毕竟，活到老学到老嘛。结婚刚刚2年，很多东西，日后还有很多问题，很长的时间去需要磨合，需要学习，需要共同去面对。也希望在这个旅途里，能学到一些面对困难的那种力量吧。不害怕，你看，老师们都特别好的。你跟大家说说，老师好。老师您好。嘿，我坐这边，你坐这边吧。好的，好啊。你要不要腿长？要不要往后退退？还行。像考试一样。紧张吗？啊，不紧张。有点小紧张，有点。爱的休学旅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莎，站在我身边的呢是我的男朋友孙晨潇，他今年23岁，然后刚刚毕业。大家好，这是我的女朋友金莎，43岁。42岁。我们相差19岁。他成名的那一年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差不多。好像还没有，但是差不多吧。对。我有一半朋友是非常羡慕我，有这么帅的弟弟，很温柔，然后也特别体贴。然后还有一半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我挺理想化的，觉得我其实是不是要冷静一点。有些朋友觉得这有点不太靠谱，你再想想，我从18岁之后，我基本上什么事情我都自己做。对于我而言，这件事情就是对的，我想继续下去。就是我想证明我是爱他，他的选择是对的。就是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就不是耍流氓。结婚，其实我从小就渴望结婚的，我觉得他还挺适合当一个丈夫的，只是说对他的年纪有点小，那么小结婚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好男人是不在市场上流通的，就是早早的会被人抢走的。为什么会想来参加这场爱情的旅行？
大家都说旅行能够考验情侣嘛，也想考验一下弟弟，然后看看能不能离婚姻更进一步呢？我现在跟弟弟的感情其实体验是很顺的，我是想让大家看看我的男朋友挺好，有鼓掌的最好，有道喝彩的我就陪陪笑。我对于结婚只在视频里看过，对，婚后的生活又是很落实的一切东西。这个垃圾谁来倒？餐后的这个碗谁来刷？就很小的事情，想通过上这个节目，看看这些前辈，我去学习学习，去经历这些。本节目由双金维生素 D、双金钙锌赞助播出，双金骨营养专家为爱出发。来了一张任务卡。在入学之前，每一组家庭都将接受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健康评估发展中心提供的亲密关系满意度测评。心理健康在家庭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入学之前，你们将参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团队的亲密关系满意度测评。该测评基于国内外婚姻满意度研究心理学成果，结合15年来对7万已婚人群的研究，研发出200家专业题库，多角度地考察了每组家庭的情感和谐度与婚恋满足感，同时深入探索伴侣间潜在的问题和隐患，从而找到优化家庭关系的最佳路径。做完了，我也做完了。好嘞，好嘞。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两位请坐。老师你好，我是莎莎。你好，你好。哎，你好，老师好。请坐吧。这个是你们做的心理测评的报告。我们有高度相似，对自己比较高的要求。女方更加外向主动，情绪也更加稳定。值得男方学习。哎，真的挺准。你看这一句，我们俩各有特色。你自律稳定，我热情活泼。你容易被细节吸引，我不太把握细节。你这么答的时候，你不知道吗？人家问你在不在乎细节，有那么多选项，你自己选完了之后得出结论就是人家得出这句话呀。那首先呢，我们来总结一下你们俩人关系中间的一些优势。那么第一个优势呢，就是你们的婚姻满意度是很高的，而且呢，双方彼此的评价也很高。第二个优势，你们双方都有很高的责任感，是有助于婚姻幸福的。而特别值得表扬的呢，是一维的责任感高于90%的男性，这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责任感水平。好，那我们这个优势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转入到你们可能的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爱的表达方面有些不足。因为似乎比较压抑、克制负面情绪。那正常，因为很多时候有些我感受到的困难，他不需要去感受。但是呢，如果过度了，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比较多的身心的负担，甚至对身心健康不那么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朱丹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有时候呢会用沉默来作为一种武器，去抵制这个冲突的解决，有点类似于冷战的方式。我真的是怎么了？他说，在女方眼中，男方同样兼具两性特质，且女性多成女性。说的准确吗？这个测试我真的是太想笑了。听老师讲。那我先来讲讲。那第一个呢，就是你们很善于在生活中创造快乐，
燕琳呢，你是很有幽默感的，在生活中你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也能够调整对方的情绪，可以说这是一种很成熟和积极的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过奖了，老师。你为什么捂脸了？我这个人呢，最怕人夸我，他总夸我，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能被自己的另一半经常夸奖，那个很开心。这也是一种爱的滋养。好，那我们这个优势说完了，接下来呢，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讲问题了。那么燕琳，幽默感很多时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过多的使用，也会导致问题无法及时的解决。问题如果一直没有处理，它可能会积累，甚至长大。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你们关系中间的隐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测评报告的一些结果。第一个方面也是我觉得特别让我吃惊的，就你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相似，就这两个雷达图差异是比较小的。你们恋爱婚姻难度比较低，就更容易获得幸福和稳定。你们跟对方的家人相处都很融洽。你们应该是没有什么婆媳矛盾。没有，我妈特别喜欢他。完全没有，我爸妈就快把他当儿子养了，就是特别喜欢他。对，所以这个为你们的幸福应该是加分项。的确。那小马作为一个丈夫，给自己打个分的话，0到100分，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80吧。就是我确实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我就是没有做得100分的样，那就给自己更多的分数去争取了。你会想要在哪些方面去做到更好，让你觉得自己可以打更高的分数？时间陪伴呗。那我以为你会给自己打个95分，结果没想到打了一个低分。小明没有那个苛刻要求，但是小马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你打分会打得严一点。小马会有一些对于婚姻太过追求完美的倾向，也就是小马是很骄傲的。小马的骄傲和他自己的智商能力很高有关，和他严格的家庭教育也是有关联的。如果把这样的婚姻方式放在两人亲密关系里，就会给另外一半很大的压力。走进来有股剧本杀的感觉。有啥？从测验中显示出来，你们两个人呢，总体上都是在一个很梦幻的爱情阶段。莎莎和潇潇，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年轻一代在恋爱和婚姻观念上的变化。其实很多人对姐弟恋有误区，但是从报告中得出你们的相处模式有以下优势。在亲密关系中间，你们态度很乐观。在爱的表达上，两位都是心意满满、技能满满，所以呢，让彼此都感觉到非常的幸福和甜蜜。热恋就像一个粉红色的泡泡，把你们两个人包裹起来。那么这种状态会让人觉得很幸福，同时呢，也会让人看不见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会更多的夸大彼此的优点，而不愿意看见一些缺点，甚至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的一些隐患。潇潇会偏向于在社交的方面有些被动回避。对，会有点，我就喜欢自己待着，宅男啊。对，就像潇潇是需要一些帮助，然后才能够走入到成人的世界的这种感觉。
其实也不会，我觉得他要是跟同龄人，然后一起工作啊、学习呀，他也不会有代沟。对，只是我们这个节目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嘛。我们测量了你们对婚姻的准备性，那么对婚姻的准备性呢，还稍有不足。我们合适婚姻吗？问题的背后就代表着很多含义的。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给我，我会觉得你似乎对自己的婚姻不那么有信心啊？是吗？哎呦我去！所以我也有一点隐隐的担心，你们俩对于经营这份感情的信心，各自都会有一些不足。对双方的家庭，是否接纳自己是有着很多不确定。这部分是会有一些担忧，还是因为不了解呢？他是无没见过，还没见过。我们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就见家长。你们俩对于经营家庭的信心都有一些不足。将来遇到一些难题或者冲突，两人可能觉得自己不一定准备好了良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某一天这个粉红色的泡泡破裂了的话，你们两个人是否能够很好的应对这样的挑战？今天呢，我们虽然探讨了很多的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全都得到解答，但是呢，在后面爱的修学旅行的过程中间，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多个爱的练习，期待你们在我们整个修学旅行里成为优秀的学生。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好。两个人旅行，所有的问题都会出来了。需要学习改变。就我初恋送了我个项链，我偶尔性也会戴着。我挺受伤的。这件事情发生过，我就解释掉。我们不要听解释，你跟莎莎解释。莎莎都哭成这样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呢？还叫啥？没事，大家会原谅你记不住的。我以为道歉，别人都可以说，就你不能。这是一个心魔，我不想去面对这个。你早上有什么情绪？刚睡醒。快乐的情绪。那你让我很不快乐。你经常这样吵架，谁受得了？歪理大王，你不能这样子，我在讲话，你不能这样影响我。你听不懂是你的问题。何猷君，我决定要翻脸了。我传闻很多人信我被封杀，是个恋爱脑啊 ，PUA 啊，我卑微呀，真假的？我离开就是我抑郁了。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那么容易要把自己的家事包装一番去骗我？我身边总出现这样一样的问题。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我是智障，不是在开你玩笑。对，想来读书的话，检测一下智力。Oh my god！ 我也不想再聊了。就如果没有察觉到这个事情，我可能10几岁就死了。然后如果要死的话，那妹妹怎么办呢？哦。致曾经的胆小鬼，希望从今以后勇敢坚定地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支持到最后，支持到你不想做。这些天来，感受到你的快乐了。我能够一直看到你看我的眼神，那个里面有点光，对我而言这很重要。你很开心，所以我很开心。小小的确定的幸福。小时候就是我妈妈不会去跟我说我爱你，跟我会更希望是有声的表达我爱你了。I love you。跟你在一起会被治愈的，谢谢你。我爱你。
我觉得姐姐特别像个太阳，在照亮着我们，就温暖着我们。处处不提爱，但是处处都是爱。选择你自己的姿势，以你自己的方式过你的一生。看着雪山，说出来！哟嘿！太爽了！大家都志同道合，每个人都互相包容、互相谦让，特别像一家人。太刺激了！纪念我们这个疯狂夜晚，这太浪漫了，美妙的夜晚，耶！哎，成了！好棒！中秋快乐！已经9个了，哎，已经9个了吗？哇，看一下9个，9个楼。我们是幸运的。经过这一次的旅程，更加确认了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过的、我想要的，以及被爱的生活。我觉得他从男孩变得能撑起一角的天空的男人，我觉得他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我的勇敢，也许都是来源于他，我的安全感都是他给我的，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一次旅行让你能够跳出你原先所禁锢的所有的一切，把2个自己融成一个大自己。爱的休学旅行，我们梦想成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参与互动，开启夫妻休学之旅。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深度文旅合作媒体中国国家旅游，特别合作同程旅行、去哪儿旅行、妈妈网孕育、美柚、亲宝宝、检票集团。